要回来了吗？灰犀牛要撞过来了吗？我们要如何因应呢？今天带你快来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玉。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的是美国总统有没有可能换人来选呢？哇，这对民主党来讲，这真是天大的噩耗哈！为什么这样说？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辩论会呢？你看完，你大概就明白了，拜登好像真的太老了一点吧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看，现在已经大家热烈讨论说，哎呀，是不是应该要把拜登给换掉？但是现在看起来换不得，但同时间啊，你又似乎能够理解他，怎么个理解法呢？他不想把这个总统的健康状况来告诉大家。其实这其来有自哦，因为呢，这个美国他们过去呢习惯性的总统的健康状况是不会告诉你的。过去有几个非常知名的例子，那个总统啊都病到不得了了，但是他还是装健康，然后呢不告诉任何人，你就以为他还是一个健康的总统，但他其实早就已经败絮其中了。好，那举几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在1893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个美国总统叫克利夫兰。好，克利夫兰总统呢，他怎么了？他得癌症啦 ，cancer， 好严重啊！在那个年代，哇，这 cancer 简直就是不治之症啊，不能告诉大家，因为我是总统啊 ，I'm president。于是呢，他怎么办呢？他躲到一个豪华的游艇上，然后偷偷摸摸的把那个医生呢也拎到游艇上，就在游艇上呢偷偷摸摸开刀，不告诉任何人，神不神奇？好，那再来呢，也看到了这个1919年呢，那个时候有一个威尔逊总统，这更奇妙了。威尔逊总统他怎么啦？他中风了啊，他躺在床上，这样子那这样子你还当总统吗？不，他躺在那个地方，没有人告诉别人那谁在掌理国事呢？他老婆。所以呢，严格来说，实务上美国早就已经有女总统了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哦。好，那就是这个威尔逊他的第一夫人，这位呢，第一总统不是伊迪丝呢，她就是实际上的美国第一个女总统。好，那她就是因为她老公呢躺在那个地方流口水，于是她就变成了美国的地下总统，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公文都她在签的，太奇妙了。那但是呢，还是没有告诉大家说她老公中风了，那个总统中风不能说，那国耻啊国耻。好，那于是呢，后来还包括像艾森豪，像是这个詹森，他们都有心脏病，那也都没有告诉大家，都是在他们卸任之后，大家才说，你心脏病，什么时候心脏病的你怎么还在任期上就心脏病啦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美国，他们觉得这是总统他健康是他的个人隐私，那问题是你是总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一票一票选出你来，我们大众应该有公众的知情权吧？我选出来的总统他不能逝世了，他就没有办法工作了，然后你都不告诉我的耶。那现在这个美国好像变惯例了，所以这次你就看到拜登，我们看来看去，还找很多医生来看，他就老人有点痴呆不是吗？不是就失智症的一个症状很明显吗？但是呢，他就不要告诉你，那你奈他何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于是呢，我们就看到了为什么不能换。民主党呢，现在看到了这个民调辩论之后，整个逆转，川普马上获胜。然后你看到了，大概有80%的美国人都说这太老了吧，这不适合再选了吧？但为什么民主党大家不敢换？舆论一片骂声叫你换人，但为什么不能换？我们来看看前车之鉴。好，分别是在1968年的詹森总统，还有1952年的杜鲁门总统，他们2位都是自行宣布自行退选。那你说退选换个人去选嘛，对吧？我就不选了，换个人去选，不好意思，都选不上了。所以呢，这回感觉好像不能换啊，不能换。好，但是呢，舆论还是点名了几个人，觉得这些人如果取代拜登，应该会更好。好，那目前呢，我们看到这些美国的舆论点了几个。那首先被点的当然就是副总统喽，贺锦丽啊。那贺锦丽被点名了，大家会觉得他似乎不错啊，因为他就是副总统，不是吗？然后呢，他的背景好像也非常符合美国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熔炉啊，然后非常多元文化啊。但是问题是啊，他好像没有那个元首的魅力。好，那另外有一位加州的州长叫纽松。好，那纽松也很奇妙。他明明就想选，但他不说好，但他动作都是这样做的他去打广告。
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奇妙，又不归你选，你打什么广告？他打一大堆电视广告、平面广告，然后说我的政绩多好又多好，我是加州州长。好，然后呢，然后你问他，他说不，我坚定支持拜登。所以大家就说了，他可能是2028年他下一届才要选，但先选似乎也未尝不可。好，但是他还是说我嘴巴上就说我坚定支持拜登。好，那另外还有2位，有一位呢是这个密西根的州长叫惠特梅尔，那这个人也很奇妙哦。那大家也觉得似乎呼声很高，但他也是这个嘴巴这个都不松口，他就讲不，我也是支持拜登的。那另外还有一位叫宾州的州长叫夏皮洛，其实都是形象蛮好的。然后呢，他们也是在自己州长的选举当中是这个大获全胜的。但是现在这几位他们都说我坚定支持拜登。那拜登呢，他自己也没松口说我不选哦，他说我要坚持到底啊，我要继续选。但其实老实讲啦，目前在民主党党内似乎也没有一个即便拜登老归老，但是好像没有一个人有那个拜登那个全国的一个魅力在。我觉得这个选总统，你好像还是得要有一点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那种全国性的魅力。那这几位似乎还不到位哦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说好像很难换。好，那很难换。噔噔，于是今天的结论就要告诉大家了。很多人都在这样讲哦，就是那场辩论。首战即终战，那场辩论已经决定了我们未来会再迎接川普总统的时代，所以我们现在要预做准备。那今天呢，就跟他来好好聊一聊，整理整理哦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投资准备。好，首先呢，大家还回想一下，我们现在把时间拉回到当初川普在当总统的年代，其实呢，应该8、9不离10，他的路线差不多那样。然后我们再辅以最近呢，川普他讲的一些他的政见，我们就兜起来一个蓝图，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首先呢，川普回来了，大家心里要有准备的是，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右派，美国至上，然后呢，他就是一个极度的激进的民族主义的经济那样的一个方向。好，你说那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讲，美国至上，什么事都没有他美国的利益要来的重要。于是乎呢，你在他的政见当中，你可以听到他讲，以后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，他都要课10%的关税。但是中国，我偏偏要课你60%的关税，因为我不喜欢你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就说好，我们就拿他这样的一个政见，假设他真的在他当选之后会落实的话，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现象？通膨还有失业率就会攀升。那经济学家就说了，如果他真的这样课税的话恐怕呢，美国的经济到2025年中间的中就要开始衰退了。然后呢，通膨又会开始再起。那通膨再起了之后呢，很可能失业率就会攀升。那整个经济呢，可能就会承受到非常大的压力。那每一个家庭呢，因为你要课关税，所以呢，进口的商品呢，它就变贵了。所以他们就去统计出来说，这样的一个课法，中国课60%，其他所有国家课10%。好，那所有人的负担，所有家庭的负担，一年呢大概会增加4000多美元的一个经济负担。所以呢，这整体来讲，这样的一个这个川普又重新回来执政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，将会让一些比较低收入的一些阶层，他会面临到非常沉重的生活压力了哦。好，那同时间呢，还有一个人很特殊，他一定会回来，那就是呢，应该是川普他很重要的经济的顾问，叫莱特这个希泽，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？这个人呢，就是那个时候2008年的时候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最核心的那个智囊。那其实呢，这个人他有出一本新书，他的书我觉得很好诠释了他对整个经济跟贸易的想法。他这本书呢叫做 No Trade is Free， 没有自由贸易。所以呢，在他的心里是没有自由贸易的，在他的心里，所有事情都是美国最重要的。谁跟你谈什么自由贸易，没有这回事的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如果川普这一回再回来，再把这个莱特希泽找回来的话，过去全球化，过去的自由贸易呢，将会走入历史。很多为了自由化、为了自由贸易而打造出来的一些经济全世界的组织，比如说 WTO， 可能呢，在这个美国，在川普的眼中，那都是一个nothing， 就是
不重要，可能我都可以退出那种感觉哦。好，那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呢，他会怎么样处理现在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的纠葛哦？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有火药库嘛。好，那我们也来梳理一下，到底川普上来之后他会怎么样解决这些难题哦？这样在川普的眼中哦，国际关系啊，在他来讲就是一场交易，没有什么不是交易，所有的关系都是交易。没有什么，我跟你是盟国，我们之间有情谊，我们之间有道义，没有这回事。在他字典里，没有情谊，没有道义，一切都是交易。所以呢，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原则底下，其实你就能够有一点理解川普所作所为。你很多人看他说，你这川普人很疯啊，今天这样，明天那样的。但是如果你知道他的想法、他的中心思想的话，你有一点可以理解他。他理解就是这么简单。他说我所有的事情就是一场交易，所以呢，你要什么东西，请你拿利益来跟我交换哦。然后呢，你大家都拿利益跟我交换的时候，那我就看孰轻孰重喽。我比较喜欢哪一个利益比较大喽。所以呢，他选择了这一个，他不代表说，他很讨厌你，或者是他很喜欢你，不，纯粹就是一场交易。好，我们简单举跟俄罗斯的例子来讲，据说呢，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外媒体掌握了一些内幕消息，说，看这个辩论会不止我们在看嘛，对不对？普丁也在看。普丁看完了之后想说，哎呀，我又要跟川普打交道了。所以呢，有国外媒体说，其实他们已经接线了哦，天线接上了哦。普丁跟川普呢已经开始谈。他当选之后啊，普丁卖我个面子好不好？我当选了之后呢，你就别再打了，好不好？战争就赶快终止 the end。好，那普丁也当然 OK fine， 但是呢，我占下来的地区要归我。所以呢，据说啊，川普跟普丁两个人已经开始谈了，就是结束战争之后，你这个俄罗斯占下来的地方就归你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俄罗斯说，那你那个乌克兰不准给他加入北约哦。那这个川普也觉得，对啊，关我屁事啊，北约反正他不是早就讲这个北约组织已死嘛，对不对？他很想退出啊。好，那北约的关系又是如何呢？大致上哦，虽然这个川普口口声声觉得说这个组织已死，然后他很想要退出，他绝对不去帮那些不出钱的盟国。好，但是呢，严格来讲，他应该不会带领着美国退出北约，但他会用另外一种形式哦，在这个组织当中扮演角色，他应该会退居二线的角色。目前在北约当中，大家觉得美国是那个领头羊，大家跟着美国走，但是呢，川普他的想法就是，你们要自己出钱，这是你们自己欧洲的国安问题，为什么都是我在出钱又出力？所以呢，川普来了之后呢，他很可能会让美国退居二线，其他第一线的所有该花钱的花钱，该整军的、该买军备的，你们欧洲这些国家自己搞定，不是吗？这不是在欧洲吗？所以呢，他希望美国可以退居二线。你从最近啊看到了这个川普他的阵营释出的一些国防白皮书，看得出有这样的味道在，他要让北约有另外一种川普式的运作方式，那就是美国不是打头阵的那个，美国就是站在后面，你们真的不行了，我再出手援助你。但是呢，第一线的应该是你们自己欧洲自己搞定，用这样的方式。那中国的问题又是如何呢？现在看起来呢，这个川普对中国是非常的强硬的哦。关税呢，这个关税大战可能又要再起哦，到时候又是会是另外一番什么样的风景，我们就可以来持续观察。但关税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哦，关税呢，你看到了美国最近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哦，然后他们去做了一份调查，他就是调查说到底关税对美国来讲哦，怎么样的一个冲击？好，那他就举例喽，说当初川普呢，他就对着全世界的钢铝课税了，不是吗？好，那钢铝课税呢，你光看钢铁跟铝这个产业呢，你就发现哦，它课税了之后哦，果然呢，因为就有保护嘛，关税壁垒就保护了自己美国的钢铁产业跟铝业嘛。好，那保护了之后的一个效果看起来似乎很不错哦，因为呢一课关税之后呢，美国自己的钢铁业跟铝业呢，他们就增加了22亿美元的市场规模，看起来很棒，但问题是不是这样看的？你要看一个整体。好，整体怎么个看法呢？好，你钢铝产业呢，美国的企业是多赚了这22亿美元，但是谁受害呢？要用钢铁、要用铝的这些美国企业，比如说他做电器的，他做汽车的，他做一些锡罐子的，哈，好，那他就要去买这些你美国企业做的东西了，那它成本比较高啊，所以呢，这些其他的产业它要用到
钢铝当原物料的，它就成本提高了。所以呢，它成本提高之后呢，它的市场规模就降下去，因为它就没有竞争力了嘛。于是这个部分降下去的，你知道多少吗？35亿美元。我们刚刚说美国企业多赚多少？22亿美元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它失去了35亿美元的市场规模。孰轻孰重呢？你如果是这个角度看，觉得这个产业好像美国起来了，但你用另外一个角度看，那这个产业美国遭殃了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自由贸易这件事情啊，不是只看一个角度的，是全面性的。而且呢，有一些这个我们看到的商界的一些这个大佬们都讲了，川普是不是弄错了什么事情哦？因为川普自己不是做制造业的，他纯粹就是金融产业、房地产产业，那个思维跟做制造完全不同的哦。所以他说川普不懂，他说这不是像金融市场、像这个并购公司那种零和游戏，不，制造业其实很多时候是双赢或双输的。但是呢，在川普的眼中，他似乎只有你输我赢跟我赢你输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所以呢，他说他们真的很难搞定川普。好，但无论如何讲回来，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的投资准备呢？现在看起来呢，大家已经开始做准备。什么？如果川普要来了，你应该做的准备很简单，就是你要怎么样抗通膨，你要怎么样在通膨的年代让你的资产可以保留下来。好，那你就赶快回想你过去几年通膨的时候，到底该做什么事呢？现在看起来呢，这些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呢，已经开始往上飙了，美元开始会慢慢走强了，因为大家关注的是，如果通膨再起的话，那可能又要升息了。现在你就看末日博士说啊，如果真的川普来了，通膨又来了，要升息的话，很可能会再升息5次。那这升息5次会有什么状况呢？可能美元就会持续的走强，日元或者是非美货币就会持续的贬值。那大家应该就心里有底啦，会是这样的一个光景。那你要怎么样做你的资产的布局呢？我们就要重新思考一番了。好，那川普回来了，这个灰犀牛又要撞回来了，大家赶快有心理准备哦。这是今天呢帮大家这个整理的这个最近美国大选的一些最新消息，希望你喜欢了。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